2019年6月28日12点19分，终于转雨，东风2级。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电视机开着，是一个小孩在和妈妈说同学嘲笑自己长得像吹风机的动画。FS5 A6400 尼康750，你可以吗？距离发出消息3.2秒后得到了回音。我确认，我要定了。2个人的工作室正式成立。2年后的今天，负债等于负130万。小时候最开始玩的就是劣质的塑料玩具，2块钱一包，拼完手都会掉皮的那种。直到收到母上大人给的生日礼物，是模型，是我根本没见过的万代和天宫。那个时候吃惊于塑料模型可以做得如此细致，避震器、雨刮都能在那么小的零件上表达。设计的优良和组合度高带来的流畅体验，让我深受震撼。莫名让仅有指甲刀、快干胶做模型的我，对模型产生了一丝丝的歉意。自己为了配得上好模型，会开始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才行，不能辜负了这么好的模型。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追求完美一点，追求能做出自己肯定的作品。很庆幸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遇到了自己的兴趣，那种专注做模型的平静对我而言就像是特效药，是能真正安抚自己性格躁动的那一面，而且十分享受。只是没想到一下安抚了这么多年。后来时间就不等人，抡着杀猪刀就来了，架在我脖子上让我选条路。毕竟到了一个要决定未来归属的年纪，是默默打工还是卷起全部身家拼一回。所以干梭哈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但是买彩票从未中过500万，几率来说把幸运用在赌事业上，我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也没想过太多别的行业，一是自己真正喜欢也了解，也有一些小经验。模型实际并不大众，希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总结去降低这个门槛，或许会随着自己的努力，模型爱好者会更多一点点，行业发展更好一点点。这其实真的太酷了。决定做就做，开始统计自己的全部身家，开始计算预算。当时很乐观的，满满的干劲，也是天赐的缘分。很快就遇到了工作室第一个成员，就是开头的那位，深深被我人格魅力折服。我俩开始憧憬当上百大，携手走红毯，光宗耀祖，甚至连庆祝的姿势都想好了，想的可太美了。当时第一步就是列清单，然后开始买，然后一步步的崩溃，没有一个算得准的。原本预计是30万的身家，在无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半年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起步就崩了。原本想着一个路机一个镜头踏踏实实的发展着去，但是想要一点效果，就得开始补其他的东西。摄影器材最开始是6万的预算，买着就超过10万了。后续随便采购点配件，电脑空间不够就买硬盘，一回头15万了，然后继续加钱。工作室现在连存储服务器都有，还好是自己一点点攒出来的，尽可能的省。别的方面也是一再突破了自己的预算，微笑告诉自己还有的救。光采购这些硬件材料预算就所剩无几，但是工作室还得有个正经的落脚地儿。店面选址之后就是装修，当时省钱是第一要务，能自己干的就全都自己干，自己不会的就现学，然后自己来，天天往建材市场跑，自己铺塑料地板，小蓝外屏，蹲在地上刷胶水，然后一块一块粘。最复杂的就是影棚的搭建了，当时回音太大，翻了一下专业的吸音板，那个太贵了，对我来说就像是那种去商场看到好看的衣服，拿下来一看到价格标签，又原路放回去了。
怎么办？自己研究声学处理的资料，研究牺牲材料，照葫芦画瓢，最后效果还行。我们频道声音比较干净，也是多亏了这个心吧。真的不创业不知道钱有多不堪花，也不知道钱花哪儿了啊！眼见钱包越来越扁，当时我们就要省到极致，吃饭都是中午一大锅米饭，剩菜倒进去啊，再来点辣椒酱、香油、麻油，搅和搅和，一顿就对付过去了。尽管每个项目都在不停的操预算，但是每天都处于一个期待第二天的心境。当时身边自己的哥们儿也在创业，虽然是不同的行业，我们也是齐头并进的投入。初次创业的兴奋盖过了部分理智。他说一时无法周转，我说哥们儿拿去。后来你们应该也猜到了，所以我们的创业难度变成了地狱模式。尽管开局就等于空荷包干，但是频道还是要做的。一开始做数码类的视频是为了练习和熟悉视频的制作，毕竟视频制作经验当时极少，所以参考当下制作很成熟的数码类做了一期。对于第一期视频心里的预期是有个10个粉丝10个赞啊，也不知道哪一年能熬到1万粉，也幻想会不会我突然就爆红了。视频顺利发出之后，那一晚真的过得不轻松，那种期待感就堪比第二天要结婚了。我完全离不开自己的主页，没几秒就要刷一下，看着播放量一点点上涨啊，不断的刺激着我的神经。豆瓣分泌到了顶点，我的摄影小哥也一样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第一步成果。超越自己预期的成绩是极大的鼓舞，也算是定心丸。我们又抓紧做了几期，正式双脚进入了模型事业的前进道路。每天的乐趣就是看平台数据、粉丝量、评论、私信。后来也有了粉丝群，互相交流，也和一些小伙伴成了真正的朋友，那种喜悦感真是太美妙了。有了粉丝群，粉丝们知道了工作室处于一个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状况，提出了可以带货的想法。但是我脑子一点不伤人，又好面子，怕带货有失体面，但最终还是被劝下了。小伙伴说只卖工作室你们自己用的，组个真正实用的，也省了他们挨个店去买，付好几个运费。我一听确实是这个道理，毕竟自己也是四处买工具的一员啊，这是个好事。小推车那个时候就上线了，小推车里的工具是实实在在把市面上的一些同类产品，原来自己用的工具都买回来实测，各类工具绝命 battle， 然后一个一个去找品牌运营谈。我原本以为我买100个肯定能便宜很多，但实际品牌代理商完全看不上我这点量。而且小推车的团购，我给自己留出来的利润应该是不到10块钱的样子，一定是严重的失误没跑了。价格是已经公布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讲价。后来发现手里的现钱不够，想把淘宝店铺里预售的定金取出来，然后发现因为销量猛增，淘宝判定为风险交易，把钱锁了1个月，资金原本就紧张，最后想了辙，好不容易把预售的小推车发完了，一算账，小亏。原本以为还可以接受，悲伤的事情发生了，小推车里的正官比是0.1的，但是供货商发错货了，也就是发生了1.0的，也怪我没有仔细检查。但这玩意儿又谁能想得到呢？咋整啊？跟顾客一个个的沟通，如果已经发出去的货收回来，只能是让我们负担更大，问题还是要解决，只能道歉表示歉意，要么退款，要么安排补发。然后又发现施乐551圆规里的备用帧太细，无法实现我视频里展示的双帧效果，那咋整？又找工厂整了一批粗钢帧，再补发。第一批小推车实在是惨，可以说亏翻了，让原本不富裕的工作室雪上加霜，再加制冷、加冰、加棉被捂住，隔绝一切热量啊！第一次从商，完美的展示了人类一败涂地，以为自救呢，结果差点把自己淹死。不过淘宝小破铺好说歹说也是建出来了，
慢慢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店铺，推刀也出了一批团购，这个也是实打实认真谈的。AZT 是我使用过的推刀中认的自来水，算是以量压价，基本上能拿到的折扣都让给大家了。那个时候没有实际利润，以前以为卖货赚钱，货就是成本，卖出去就是利润，但在自己手里就知道计算成本的意义。除了基础的水电、房租、人工、库房沉没、损耗，东北什么都贵，进货发货的运费也贵，纸箱、胶带、气泡纸也贵。我以前从未想到实际成本都在产生消耗。就一根正罐笔举例，卖7块5，我进价5块4，看着能赚2块，实际加上运营成本，单卖一只土土都不赚。本身自己体量太小，任何成本都无法压到最低，这是现实问题。前期淘宝运营一直赤字，就一直投入，但是的确为了维护信用，拒绝了很多推销来的高利润产品。一直觉得吃相难看是大忌，对我而言，好说歹说也是梭哈的事业啊，也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大家的。所以很感谢一直支持小破铺的小伙伴们，小破铺是和大家共同成长的。小破铺的每个动作，每一个改良升级的建议，都是大家共同出谋划策的成果。很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，有朝一日熬出头，想真正整个交楼快乐屋这都是后话，希望未来能够实现吧。你们应该感受到了，我们移动操作猛如虎，正经也亏了不少钱，还是得想办法。胶圈老项目，代工被我注意到了，当时想着拉起来一个小团队，有单子就做单子，单子还能拍展示项的视频，补充我们平时视频更新速度慢的空缺。毕竟当时制作项的视频，哪怕记录的再简陋，也会比我们费尽心思写出来的教程流量大得多。说不眼馋那是骗自己。看来只要是招到学徒或者是模型师，只要搞起来就是一片风风火火啊！我全某人又要行了。最开始一批的小伙伴都不是成熟，只是大家都有一些经验，不过也是自己作为兴趣爱好的经验。实际想要达到代工的标准，还需要很多的练习。而且爱好一旦变成了工作，可能就不那么美好了。的确，枯燥乏味的重复工作，不合格的返工再返工再返工，工期也被拉长，跟客户道歉，解释再道歉。我也不是一个好的商人，也不是一个好的老板。我期望小伙伴们快点成长，又期望工作室是一片祥和的朋友关系。但人嘛，不能既要又还要。一些人走，一些人来，这让我反思，让我感到低落。人员的增加，运营成本也在成倍增长，但工作室始终还是负债。我快自闭了，积累的压力让视频中的笑容也走样。大部分的时间要四处筹钱，但是凑的赶不上花的。然而这些烦恼，我发现完全没有合适的倾诉的人，自我负压也不想带给另一个人。那些日子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道怎么天就黑了，一天又没了，如此往复。有一天抱着一股子当废物的心情窝在家里，刷到了 rapper 刘璋，年纪不大，但是能力超强，一出屏幕的自信直接给我干自闭了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是歌词让我破防了吗？没有，只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天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回顾我这段时间做频道 UP 主、运营工作室的成绩来看，我好像没什么天赋。成年人的崩溃可能就在那么一瞬间。可能你没见过听着 rap 痛哭流涕的人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我感受过。那晚真的是几年来最微小的全国，干了个应该不算丢人的事，找妈妈。当然我还要脸，没办法跟他讲述所有的事情，只是表述我很难过。我妈妈说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像想象的那么美好顺利，那烦恼应该是不合理的存在。
对啊，其实问题只是缺钱而已。我没有不喜欢模型，我也没有不热爱我的工作，哪怕是充满压力，我也从未想过放弃。更何况还有一路走来对我们说加油的小伙伴。归根结底，不想恰烂饭，也不想当纯纯的带货怪，还要体面，站着把钱挣了。除了运营好我们自己的店铺、自己的产品以外，我的确要为自己之前错误的决策买单。代工对于我们工作室来说，绝对算不上好的项目。转移工作室项目的中心，迫在眉睫。需要真正有利润的项目，才能维持工作室的成长。所以我看准了改建。或许它的火热是一个原因，但实质是我早些就有一些改建的构思，只是一直感觉自己没有合适的机会步入实操。不过我不是原画师、建模师、翻模师傅，创造力也很一般，我很普通，所以只能学，要把所有的流程都吃透。我在今年4月份开始就半脱离工作室的状态，不停地学习和研究翻模，做了各种尝试。翻模是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，气泡、变形、合模线。那时因为时间宝贵，只能等硅胶干燥的时间里睡觉，眯个几个小时，抓紧起来继续切磨试料。但是努力还是看得见成效的。3个月后，基本解决了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制作水平也达到了及格线以上，算是有些信心打底了。下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更专业的建模师傅来建模，哪怕是我学会了如何建模，也做不到短期内追赶上专业人士的效果。这里可以插一嘴，尽管我知道用 3D 建模、3D 打印做改建很快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工作流程可以这么快，还是蛮惊喜的。改建是我们大概7月中开始的，成果还需要完善，希望可以不辜负期待，大家可以保持一下关注。还有就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，直白的说，我接了算是一个代言，虽然不能直接给上我一笔钱，包装上也没有我的照片，是我们家乡的土特产。我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生长大，这是个小地方，不过很美，有山有水，美食美女，美女真不错。长白山孕育了一众生灵，大自然给予了非常多的资源。我对我家乡太过了解，山里的好货有很多，朝一峰特产的选品我也是有参与的，确保每批都是特等好货。大家可以淘宝搜一搜店铺朝一峰特产查看。后续我也会时刻监督朝一峰品牌的质量和口碑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。可能看到这里就会有些观众老爷说，你就是诉个苦，然后你就要带货。实际上就是这样吧，中间波折有太多，一直想找个时间跟大家聊聊天，想解释为什么拖更，为什么变成了咕咕怪，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这么一大堆流水账。可能困住我们自己的只是自己，可能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产品是最适合我们。其实创业之初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，会在不断出现的挫折中慢慢消磨，这大概是所有的创业人的必经之路。不断的试探，尝试可行性的道路，只是希望自己的未来不会后悔。大家估计会问，没钱了你这2年是怎么过的？还能咋整？存款花光了就卖自己其他的物品，把其他的爱好卖掉。我卖掉了自己的弓，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，把闲置的相机和镜头也卖掉了。在我们淘宝店购物过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，我们会随着包裹赠送每个月的感谢卡。10月的感谢卡是这样的，我们是真的有卖纸壳的，7毛1斤，水瓶子没卖纸壳赚，把能卖的都卖掉之后就全负债了呗。
虽然创业艰苦，但是也学到了太多东西，比如拍摄视频、新的建模软件、3D 打印、3D 扫描、制作新版、搭建存储服务器，还有离谱的占地板啊！我挂胶贼溜。重要的是屏幕前的你们，是大家的肯定，还有积极的正反馈，让我感受到了鼓舞。也是一直仰仗着大家的喜欢，我不要脸的坚持着。后悔吗？不后悔的。哪怕是带着负债的记忆回到2年前，我一样还是会选择做142工作室，还一样会遇到你。不过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当初，所以我选择前进。倒下了就匍匐前进吧。我觉得现在局面还不坏。还有赢面，真的。嘿，干啥呢？坐我看节目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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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咕咕咕咕咕咕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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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是突然闪现的全工。